大家好，咱们又到了这个下一手的时间。今天咱们到了第11册的内容。11册的题目叫做让子期的战斗。这个咱们这个下一手啊，已经接近于完成了1/4了啊。之前呢有网友问过是吧？下一手到底是个什么书？怎样的一个书？我在这个终极讲座里面啊，这个关于这个书内容我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啊。它首先呢，它是一套这个非常内容涉及非常广泛，跨度非常大，水平呢也是有高有低的，都包括在内的这么一套好书啊。后来我想起来，它的这个出版方是日本这个一个叫做围棋俱乐部的杂志，这个杂志现在有没有咱不知道了啊。但是呢，它是以它的名义出版的，内容其实还是由日本棋院提供的，应该是这样的一套书，非常的严谨啊，选材非常严谨，而且呢，那个讲解也非常的那个精辟啊，非常好的一套书。那到了让子期这部分呢，我突然间又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一套这个就是跟随的就辽科版同时出版的一个叫做《让子期词典》。为什么要提这个书呢？因为《让子期词典》这个书啊，在国内以前是没有这个盗版的，它是跟随着这个全套的，这个死活手金加上布局、定式，一块出来的。那中国那个时候盗版的盗的，这个就是它这个蜀荣以前出那叫什么呢？整了个官子大全，没有这个让子期。官子大全那个书啊，就是说是丁开明主编的，那可以算是中国人自己完完全全自己弄出来的啊。可是你要如果看了内容啊，我只能是依然是用失望来这个评价，不好，很一般了，收获不大。但总比这个谁姜伟杰挂名这个书强点啊，能学到点东西。但总体来说是意义不大的。什么是官子上的什么是好书啊？中国人写的最好的就是那个谁吴教练吴玉林，北京的那个写的薄册子叫《官子的技巧》吧，好像叫这名，我看了有两遍不3遍了，好书。那个对大家这个提高官子概念是非常有帮助的。其次呢，就是这个韩国人啊，又是韩国人的那个这个书呢，也是一大套啊。这个也是我打算咱们作为后续的这个一套大书推荐给大家，非常非常的棒。这套书呢，居然连个作者都没有啊，没有作者，但是黄燕女士啊译的。出版社是哪儿来的？回头我查一下吧。这套书我做了大概有个2遍不3遍了，非常非常的好。尤其他这个官子那个死活，官子死活这2部分那是相当精彩，尤其官子题那个挑的都是好题。这个说他手金啦，他的什么定式手金这都一般，但就是他死活题和这个官子这部分啊。然后就是他那个叫做新手这个新手部分也是非常棒的啊，都非常好。那一看就是很那个编写的时候啊，无论是从选材还是这个讲解上，就体现出了韩国人的一贯的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没有太多的废话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人家把结论给你下出来，图呢也给你摆出来。那多余的残废图整一大堆没有意义的图，他不给你放啊，放的都是有意义几个变化图。这个跟之前曹文炫的5本的那个最新定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他们都是这种风格。曹文炫那个书呢，最新定式那个书啊，我个人认为啊，至少曹文炫本人是参与编写的啊，至少是本人编写。这是关于这个啊，这就扯远了。还有就是现在咱回说现在这个关于这个让子期嘛，咱现在正好现在下一手让子期，咱刚才说了那个让子期词典这个书，让子期词典这个书呢是大众英雄，
这个大众英雄编写的。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书呢应该就是出自于大祖本人之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让子期的书啊不是那么好写的。你别看说叫让子期，但是能敢写让子期书的人，那他的水平一定是要够才能写的，否则他写不了啊。所以说呢，内容上呢又是这个面面俱到，它算是一个近似于一个小百科啊。所以因为我手头大族的书啊，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反正是市面能看到的吧，大体上都有，但是呢不好找因为我的书呢有2处存放的地方，现在手头这些大多数还都装箱了，装了一半的箱，还有一大部分书呢都在另外一处放，所以要想找也不是很容易。不过呢，我想如果真有一天录到了大族的内容的时候啊，这个让子期词典应该是推荐给大家来分享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它内容上很多都是非常的那个严谨啊，就是有结论的东西。那有结论的东西就可以讲给大家听，你整不整的就来一大堆变化图是吧？这些变化图又毫无意义，你在实践当中用不出来的。我说的就是还是这个什么 AI 定式这个东西，那你用不出来。你看一看如果你手里有这个姜伟杰的书，你自己看一看是吧？它能不能用出来，对吧？你到实践中能不能下出来？90%的变化图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你在实战当中你也见不到啊。就算那个对手配合你下错的，他都不带选那个图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还说到刚才我说的曹云卷这个问题，因为放在10多年前，快20年了吧，我曹云卷那个五本书啊，我都快翻烂了啊。他是一开始先出了3本，后出了2本，那上的定式我都滚瓜烂熟的。我虽然你看我以前我在节目里我经常说我是不主张背定式，但是曹云卷的书我看进去了啊，他那5本书定式我全看进去了，所以我到实战当中我几乎我是不用翻书。那我直接在网上下棋的话，或者面对人的时候，我从来都不用看，我就直接走，我都不会下错。而且呢，对手有可能会下错，这样情况下，那就肯定是续盘我是那个省了不少劲儿的。那你放在今天，你个 AI 定式我都不敢下，为什么？咱都不熟悉真下来你再看我打棋谱嘛，你这棋谱得打吧。这是17年之后棋谱打了，你看姜伟杰那个定式里有一个定式他能下得出来，就算是高。那打100盘棋里面啊，咱就说比如说他那什么尖冲啊，什么那个2尖高夹是吧，尖冲反正过来那都不存在那些，所以它不实用。反过来你看那个韩国我刚才说的黄燕写的那套书，那个书咱都不知道他出处是哪，连个韩国的作者都没有，可是呢他在那个叫什么新型那部分里，那老多了，那个定式都非常非常常用的。我没说我在新浪的那个7乘8里面遇着那个沃斯002，那个沃斯002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能够看我这个节目啊？我对他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人那个水平得是叶6的水平，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叶6的水平了，接近叶6啊，咱不能说是标准叶6，是叶6的水平。他打新浪7到8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轻松的，都不输棋啊，很少输棋。我跟他俩下的是盘数最多的，就是因为跟他下我这个状态才慢慢提升的。我俩大概下了5多盘棋，这在网上下棋里面我是可能跟他下最多的一个人。那我俩下棋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5-5开，始终能保持在25比25的状态。为什么？就是因为当中有一个定式，我俩下了大概有10多盘，我就靠这个定式撑住了。到后来这个由于这个定式下完了将近1/4盘出去，那个定式是个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尖低夹的，高目一尖低夹。那个定式下完，因为他下棋非常快啊，我一开始我是跟不上他的，所以呢这个定式下完了，他认为他是便宜的，所以他是老下这个。但我因为这个韩国这个书我看过，看完以后呢，跟他下多了以后啊，其实这个定式我没吃亏。那我的这个强项是在中后盘，我是不差的，所以呢这个定式我撑住以后，到后半盘他几乎就占不着便宜了，就靠这一个定式下来，我能跟他撑到5-5开的状态啊。那后来包括很多后来那个有的新浪的棋下，那干脆就是明显感觉就跟我们俩根本交不上手就差了能有至少差1仙了这就是为什么
那个我对沃斯02评价这么高的原因，那个档次是非常明显的。这我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有些定式你非常实用啊，你像那个黄岩那个书里的定式，就是新手那部分，那都非常实用啊，你多摆几遍它就能用上了。就是17年之后，就17年左右吧，这些还能用。那老曹那5个人，那早就大家都知道了，是吧？那都不行。就是黄燕这个沃斯02，哎，我俩之间的这个缠斗啊，50盘棋有据可查。但是现在新浪网他不讲究，他把这个隔一段一清空啊，我这个都没留下来，太遗憾了啊。就我这个你本来按理说那个电脑存盘也是可以，但存不下来，我很奇怪。过一段时间就全清了。这是哎呀，今天这个又讲多了哈，讲多了。很难忘啊！我的一生当中遇到个对手啊，就是跟我能这种一下下个几十盘的，不是特别多啊，不是特别多。那好，咱们现在看棋啊。这第一道这个先说说序言吧。这个叫做什么呢？续盘技战，已是让子棋的铁的准则呀！啊，这个我头一次听说啊。这叫续盘技战，就是上来就开战啊，这是让子棋的准则。如大家所知，棋局分为3个阶段：续盘、中盘、官子。战斗也是依次进行，但如果在官子阶段才挑起战端，恐怕已为时过晚。所以无论如何，至中盘阶段，在棋盘上就必须见到刀光剑影。因为续中盘可有效利用让子棋的子力，在大局上见效，这就是棋理。最后我们再说一遍，无论如何要发挥力的作用。这个日本人呢，很讲究这方面的就是这个战斗。你不要像一整是评论说什么日本人这个棋都是什么这个理论型，神经不这样的。你看个秀行，他对于棋的理解是吧？他说这个棋如果是没有战斗的棋，就不是围棋。所以不要这个避战，这是最起码的。作为咱们我这个频道的观众啊，我就是唯一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下棋时千万不要避战啊，该战斗的时候就战斗，但是呢，那个战斗一定要选择那个相对有利的这个环境下，是吧？你的明显感觉这个是要吃亏的，那还是另当别论啊。第一道题叫好调啊，水平是初级黑仙。这道题实际上就是咱们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日本棋院那个是吧教程里面的手筋部分的第一堂课啊，印象大家都很深了，就是搬吧是吧？搬完了一点方是吧？这个都是非常明显了。然后呢，他再拐着弯跑，哎，这样呢就顺调出头，这就不错是吧？这就不错。那如果说这个棋选择单退好不好呢？单退它补棋了，它补棋，然后变成这样，这样的话呢，这就没意思了，是吧？这道题啊，叫做通常啊，黑先中击，也就是说对方飞过来啊，这个棋问黑棋该如何下。说起来，我跟沃斯002啊，那时候真的是已经把胜负抛开脑后了。我俩之间也根本就没想过说是靠着对方能往上升了。那时候就是俩人之间的一个真正的手谈啊。后来我就知道他是北京人，他也很少打字，我也在网上很少打字，但是互相就问了一下，就是他知道他北京人。那有人呢也进了搅局的，也有些比如棋院来了下个一盘，我在旁边看看。然后我一看他根本就确实跟沃斯02真的难以交手，然后我上去呢替他，我说你那什么，你先歇会儿，我跟他来，我跟沃斯002，这样的话呢，那一看那个，然后这个跟他下了个又下一整下3、4盘4、5盘这么下，那个人家就看完了以后说那个完了，跟这个棋段也下一下，哎呀，这棋段就说确实跟他们。跟这个还是有差距啊，这个交不上手，就可见这个我对沃斯002啊，我心里还是很钦佩的啊，那是下棋也快啊，下棋非常快，而且呢这个思路也很敏捷，中盘呢也能撑得住啊，
撑住。但是它中盘到后来阶段呢，它主要是中盘的后期啊，我感觉它这方面可能比我稍微是差一些。它前半盘它下棋非常熟练程度比我高，我就是下棋熟练程度稍差，但是我是这个底子，中盘的底子在啊，就是这10多年前培养的这个底子，所以靠吃底子。那时候因为像你比如说那个什么潘石屹啊，我以前老讲这个潘石屹的事儿，是吧？这个潘石屹在新浪网那很有名的了，很有名。那我就问过他，我说你跟潘石屹下怎么样？因为我的亦师亦友曾经输过潘石屹。他说那我经常宰他。哎，我听这我就知道了啊，那就是嘛。那这个潘石屹都是他手下败将，你就知道沃402是啊什么样了。可是后来沃402不出来了，换名了，可能是。跟我一样，我也是这个打到8了以后了，这个名字就换了。最后再讲一道啊，今天这个又是闲话太多是吧？这个题呀，问这个黑棋是吧？黑棋中级的水平，黑棋这时候应该选择靠。选择靠是什么意思呢？你说它这个倒尖一个，这是长形，一定要补在这里啊。它并一个一扎顶，这样呢，这个封锁意义已经不大了。封锁活棋嘛，封锁活棋没意思。这里面如果选择飞，对方也飞，再一尖，这样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棋，失败。好吧，今天咱们因为由一个话题又扯了很远，是吧？扯了很远。不过没关系，因为咱们录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如果你能够把之前的我录的这些节目都能从头看到尾看一遍的，那一定会涨很多的。咱录了这么多期了，这个下一手都录了这么多期了，是不是？那好吧，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观看。